巨骨舌鱼实力究竟有多强，能够在亚马逊河横行霸道？鳄鱼和食人鱼都不放在眼里。一提到亚马逊河流域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生物应该就是食人鱼和鳄鱼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这两种类型的鱼都是战斗力强的代表。但作为生命王国的亚马逊河，其中还有很多比食人鱼还厉害的生物，例如巨骨舌鱼，可以让食人鱼和鳄鱼都甘拜下风。它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？巨骨舌鱼被人们称为鱼类的活化石，它们与恐龙同属于一个时期，是亚马逊河流域独有的物种。根据专家的研究，巨骨舌鱼距今已有1.8亿年的历史了，而且它们的样貌从始至终没有变过。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。随着鱼体的成长，鱼体后半部的鳞片外边缘会渐渐变成鲜红色带鳞。不仅如此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鳞淡水鱼之一，而且这种鱼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远古时期，亚马逊河流域的大部分鱼类都不担心氧气的问题，但是随着鱼数量的不断增多，再加上亚马逊河的气候炎热干燥，河流流速比较慢，河水的含氧量也比较低，以及淡水中的杂质比较多。为了呼吸到足够的氧气，经过长时间的进化，巨骨舌鱼拥有了可以进行呼吸的鱼鳔。在旱季，它可以靠在泥沙里钻洞来自保，也是因为有鱼鳔的帮助。巨骨舌鱼一般生活在空间比较大的地方，例如湖泊或者比较宽的河流中，因为它们可以长到6米长，因此在小溪中是难以生活的。它强大的身躯成为了它最大的武器。曾经在国外的一档节目拍摄中，主持人不慎被巨骨舌鱼撞击，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后，医生说他的伤势像是被行驶的汽车所撞而导致的，以此可以看出巨骨舌鱼的攻击性有多高。除此之外，巨骨舌鱼还有着一身与其他鱼类不一样的鳞片，它们身上的鳞片硬度极高，可以大大减少外界对它们造成的伤害。就算是食人鱼那种凶残的动物，都无法突破巨骨舌鱼的鳞片，甚至有人用它们的鳞片制成刀具使用。可是这么坚硬的外壳鳞片不会妨碍它们的行动吗？其实这些鳞片的内部是一种胶原纤维，可以使鳞片外部坚硬，内部柔软，既可以有很强的防御能力，又能够不影响它们的行动。除此之外，巨骨舌鱼的舌头上长着坚固的牙齿，这些牙齿可以帮助它们在捕猎时更快地将猎物撕碎。巨骨舌鱼不仅身躯庞大，而且还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，再加上牙齿和尾巴强大的攻击力，足以让它们可以在亚马逊河流域中横行霸道。由于巨骨舌鱼的性情比较凶残，它们在淡水鱼中几乎没有天敌，它们平时主要以小型鱼类、青蛙等为主要食物，但偶尔也会捕杀鳄鱼、食人鱼等改善伙食，因此巨骨舌鱼也被人们称之为淡水鲨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巨骨舌鱼繁殖的方式非常特别，雌性巨骨舌鱼会产下鱼卵，然后雄性巨骨舌鱼会将鱼卵放在口腔内进行孵化，等到孵化完成，会将小巨骨舌鱼吐出，而且养育幼崽时，雄性巨骨舌鱼会将它们带在身边，一起寻找食物。尽管巨骨舌鱼实力非常强，而且也没有天敌的存在，再加上每只雌性巨骨舌鱼在繁殖期可以产下将近16万左右的卵，都无法阻止巨骨舌鱼成为濒危动物这一事实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人类。巨骨舌鱼有着很强的经济价值，由于它们的体型非常大，每只巨骨舌鱼平均能产出70公斤的鱼肉，而且因为其不常见的外表和体积，巨骨舌鱼作为观赏鱼也有巨大的市场。比如这种原产南美的鱼种，现在在北京的一些水族馆都已经能见到。有很多人说巨骨舌鱼非常的傻，不懂得躲避攻击，其实这正是因为巨骨舌鱼的能力太过强大，让它们对外界没有很强的防备心，而且巨骨舌鱼非常喜欢凑热闹，稍微听到一点动静就想去看一看，因此让人们利用这个弱点来说对它们进行捕杀。由于人们的大肆捕杀，巨骨舌鱼的数量急剧减少，在20世纪后期就被列为了濒危动物。但是巴西政府鼓励当地的居民对巨骨舌鱼进行养殖，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，也是对巨骨舌鱼的保护。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对巨骨舌鱼的规模化养殖，野生巨骨舌鱼的数量也在慢慢恢复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会有更多的濒危动物脱离濒危的行列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